2014年3月15日，北京的初春依然带着料峭的寒意，在解放军总医院的一间高干病房里，气氛凝重的令人窒息。走廊里没有了往日的嘈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而紧绷的空气。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个瘦削的老人，由于膀胱癌的折磨，他的脸色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灰败。这个老人就是曾经权倾军野、身披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此时的他或许正看着窗外摇曳的枝条，计算着自己生命最后的长度，但他等来的不是慰问，而是正义的宣判。当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步入病房，正式向他宣布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时，这位曾经在阅兵台上威风凛凛的将军瞳孔剧烈收缩。他没有反抗，也没有咆哮，只是长久地陷入了沉默。这一刻，距离他正式退休不到1年，距离他进入哈军宫开启军旅生涯整整51年。这一天成为了中国反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符号。他打破了刑部上副主席的潜规则，标志着中国军队正风肃纪进入了刮骨疗毒的深水区。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我们看看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贪腐人生。要理解徐才厚的覆灭，必须先回到他的原点——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1943年，徐才厚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瓦房店的余火和硝烟构成了他童年的底色。作为家中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徐才厚自幼便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隐忍与刻苦。1963年，20岁的徐才厚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在当时的中国，哈军工不仅是最高军事学府，更是通往将军之路的摇篮。在同学们的记忆中，当年的徐才厚并不显眼。他性格腼腆，甚至有些木讷，不爱出风头，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那种老实人的伪装，或许从那时起就已经植根于他的性格深处。他非常懂得如何顺应环境。在那个大鸣大放的年代，他谨言慎行，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立场。这种极强的自我保护色让他平安度过了历次政治风波。毕业后的徐才厚被分配到吉林省军区，在基层部队的漫长岁月中，他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赛道——政工系统。他文笔好，能写材料，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老首长面前，他是那个听话出活、不乱说的可靠干事；在下属面前，他是那个和蔼、儒雅、没架子的良师益友。正是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儒将外表，掩盖了他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极度饥渴。在解放军的将帅群像中，徐才厚一直以儒雅著称。他极少在大众面前显露军人的刚烈，反而总带着一种大连人特有的温和与谦逊。这种长达数十年的老实人人设是他最厚重的政治防弹衣。如果用一条抛物线描绘徐才厚的仕途轨迹，1980年代中到本世纪初的第一个10年，正值解放军摆脱组织臃肿、人员知识老化，向精兵高效的机械化、合成化部队转变迈进的关键时机，也是徐才厚仕途迅猛上升期。从1982到1985年，3年之内由普通副团职军官升为正师职的大军区2级部部长，5年后晋升正军。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16集团军政委，2年后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社长。仅仅1年之后，再次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10年50出头便跻身大军区正职。短短10年的火箭式蹿升，可谓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据悉，徐才厚在中共15大时能阔步进入总部机关，并非海外传闻的得到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的青睐。彼时，该领导人并不认识徐才厚，徐依赖的还是一位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的提携。农家子弟的徐才厚出生贫寒，素无背景，能在军中扶摇直上，与该高官的赏识、选拔和一再举荐不无关系。1996年，徐才厚从总政副主任位置上平调至济南军区任政委。3年许完善其任职履历后，徐才厚再一次调回总部机关。1999年，他与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郭伯雄同时进京，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分别担任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和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2000年至2002年，徐才厚还曾兼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孰料12年之后，他本人却成了军委纪委审查处罚的对象。这点，当年仕途如日中天的徐才厚绝不会想到。在2002年中共16大上，徐才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2004年16届四中全会上，江主席宣布退休，胡主席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徐才厚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吉林省军区的一位普通政工干部，前后历时20余年，徐才厚升任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2号人物。在2007年中共17届一中全会上，徐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仕途攀升至人生的最高点，直到2012年卸任退休。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军委领导人，徐才厚掌管了230万解放军及80多万武警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免大权。2012年中共18大后，徐才厚的人生抛物线不再舒缓平稳，即便已是退休高干身份，亦未获得意想中的平安落地。相反，其命运急速而下，星光黯淡，终成阶下之囚。2014年3月15日，正在301医院病床上的徐才厚被叫走，某军委领导当面宣布对徐进行组织调查。当失魂落魄的徐才厚回到医院时，已经进不了301医院西院，而被直接送到东院小南楼。有媒体描述称，几个工人当着徐才厚的面，当当当的往窗户上钉上隔离栅栏等安防设施。西院是301医院专为地方省部级、军队军级以上领导治病的专区，徐被转至东院，其万劫不复之命运已显而易见。当晚，其在北京的妻女也随即被抓，其秘书秦某亦被控制。3月15日当天，在京的部队就大面积知道了，因为徐才厚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之后，院方把原来住在301医院东院小南楼的人全都迁走了，而原本的警卫人员也都换了。接近军方高层的北京知情人士称，301医院的人都知道徐才厚在哪里住，住院楼层转换和病源迁移整出这么大动静，消息就非常快地传出来，再也无法瞒住。大家知道这次肯定要动他了。徐才厚被立案调查的当天，恰好是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宣布成立之日。选择在军队宣誓决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这天查办徐才厚，意味深长。当日，习主席以组长的身份出席了军委深改组第1次全会。徐被查半个月后，军中另一具贪谷俊山被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8月30日，有内地人士微博传言，已被开除党籍的徐才厚又被开除军籍，剥夺上将军衔。此微博消息随后被删除。按照解放军纪律条令，这位涉嫌违法乱纪的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原2号人物被开除军籍和取消上将军衔，应符合军纪军规的处理程序。10月28日，新华社发布的徐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中确认了这一事实。对此，中国军网评论员称，党中央没有因为他身患重病而在党纪处分上放他一马，中央军委自也不会在军规执行上手下留情。要想知道徐才厚是如何落马的，可以说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们还得从谷俊山的视角说起。徐才厚被立案调查是在2015年3月，但在18大前的2012年初，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被纳入总后和军委纪委的视线后，徐才厚与腐败有染的各种传闻就不绝如缕。总后勤部机关上下大多知道副部长谷俊山朝中有人，从河南地方部队的小吏升到总后机关任职基建营防部，多个要职。谷俊山官运亨通，几年一个台阶，要不是总后勤部党委刘源等人的竭力举报和抗争，谷俊山说不定真能如愿得到他所说的总参第1副总长上将的要职。刘源从军事科学院调任总后任政委之前，谷俊山的张狂已在总后勤部形成小气候。在多个场合，谷俊山对刘源开火发飙，毫不避讳称自己背后有强硬靠山。谷俊山的嚣张跋扈加速了其命运的终结。腐败的一波潮水退却后，其背后靠山开始显山露水。在调查谷俊山案期间，已有徐才厚等背后势力的反复作祟，阻挠办案进程，意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谷俊山过关。但总后党委牢牢咬住谷俊山腐败的相关线索不放，深查细究，终于梳理出谷俊山涉嫌犯罪的扎实证据。2011年底前后，在初步查明谷俊山涉嫌违法违纪的重大线索后，总后党委就直接向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做了专题汇报。2012年1月下旬，几番内外部交锋较量之后，黔驴技穷，已成强弩之末的谷俊山终被拉下马来。军纪委宣布对谷俊山进行调查。在谷俊山被调查前，徐才厚把他接走了。谷俊山尽管自知大势已去，但仍欲做最后一搏，多次送给徐汇金共计达4000多万元。
这一年，徐才厚也自知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仍想竭力庇护自己培植多年的亲信，维护既往的军内势力不倒。但事情发展并不如徐毅想的那样美满，他不但保护不了亲信，连自己的运势也开始下行。当年11月，徐才厚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高位上退休，麻烦开始更多的呈现出来了。徐才厚的亲信谷俊山进去之后，挖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谷也越来越感觉到没人能像承诺的那样保自己，开始如实交代问题，包括几次上千万元行贿徐才厚的情况。徐才厚用了将近20年精心构筑的权力大厦开始倾斜，各种有关他的负面传闻不断发酵，于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才牵出了徐才厚。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本该到场的卸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全程缺席，引起外界遐想。2013年国庆招待会上，身着戎装的徐才厚以退休军队老领导的身份出席，引发海内外舆论猜测其已平安无事。不过此时的徐才厚已是满头花白头发，与往日神情不可同日而语。2015年3月15日当晚，徐才厚妻女及秘书秦某被拘押的同时，徐家也被查抄。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同时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院处理。查办徐才厚这样级别的军中大老虎，显系中央高层直接下命令，中央从内部拘押审查到公开宣布开除其党籍，用时仅3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举拿下徐才厚，足以彰显新任党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反腐决心和意志，在过去都是从未有过的。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说，徐这座大山被扳倒只半月，新华社公布对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军事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4项罪名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值得注意的是，对徐才厚、谷俊山2个军中巨虎的查办，公布过程如此复杂交错，尤其是谷俊山案竟然从始至终耗时长达多年之久，仍未完结，足见徐谷系列案件查办之艰难，以及徐才厚对谷俊山案查办的干扰和阻挠。这是2010年徐才厚的2副题词，徐才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标准的两面人。题词时的道貌岸然，与如今暴露出的贪腐行为相比，实乃莫大讽刺。谷俊山身为军中大虎，贪腐详情官方迄今虽未有公布，但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贪腐数目已很惊人。谷的官场靠山徐才厚的贪腐数目，可能更在谷俊山之上。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徐才厚的贪腐细节。2015年春节前，徐才厚跑到海南三亚转了一圈，却无心看风景，而是以看望在那里休养的老领导为名，到处请托和求助，企图脱罪免责，平安过关。徐才厚并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但从三亚回来后，徐却到处放风，跟人说他没任何问题了，老领导都给他打了包票。徐似乎也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但自我安慰造势毕竟起不了作用，该来的还是来了。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党内纪律审查程序后，中央军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定对徐才厚进行调查。3月15日即正式宣布对其进行组织调查。事后种种迹象显示，徐对自己被抓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可能一直都认为自己官当得这么大，中央不至于拿他开刀，反腐大火不会烧到他身上。在徐才厚之前的大陆政治生态中，惩治腐败虽已废反迎天，厅局省部级官员落马如缤纷秋叶，但官至副国级已退休的中共高级干部确实较为少见，而在军内则更无先例。3月15日当晚，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处豪宅进行查抄。接近军方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查抄结果大大出乎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意料。原本以为社会上有关徐才厚涉嫌贪腐的传闻很厉害了，且从谷俊山案发至今都2年多了，徐才厚即使有什么贪污，财物早就转移完毕，家里断然不会有东西了。但打开徐才厚这处2000千平方米豪宅的地下室后，办案人员还是吓了一跳。徐宅地下室里到处堆放着现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一时点不过来，只好拿秤称了一下，再贴上封条。被查抄的现金居然足足有1吨多重，有的打着包甚至都未开封，而徐宅内各种金银珠宝更是不可胜数。
在徐宅的仓库里，还有100多公斤、200多公斤的和田玉，各种名贵的硬木和珍稀的翡翠制品一大堆。成堆的和田玉大多原封不动，有的只是去了玉石的一层外皮，露出里面的大概成色。璞玉有那么10几块查抄的现金和玉石都是分开放置的。该知情人士称，徐宅仓库还有唐、宋、元、明、历朝的各种古玩器具和字画，这些物品的主人还无暇打理，都杂乱地放在屋子里。从这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豪宅里查抄的财物堆积如山，办案人员只得临时叫来10几辆军用卡车，才将其全部运走。经过10几天的紧张工作，疲惫不堪的办案人员对所有查抄的财物都一一列了清单，事后向徐才厚出示对质。面对家里被查抄到的大量赃款赃物，徐才厚只得低头认栽。徐才厚的堕落并不是孤立的，这种贪腐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家族式特征。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这场权力的生意中扮演了极其不堪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礼物的接收者，更是权钱交易的中间人。很多寻求晋升的军官往往先从徐才厚的家属入手，在他们眼里，军衔和职位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内部通报中，徐收受的4000多万元汇金有说系古俊山所送，徐虽知自己保不住股，竟然还是笑纳了。在古俊山风雨飘摇之际，徐才厚仍敢收受股的巨额汇金，可见其贪婪成性，已不可救药。聚金烫手，徐才厚心惧当时紧张的反腐形势，对4000多万元的巨额汇金，据称徐并不敢直接收入囊中，而是转给其昔日的一个亲信保管。该人也不敢存在私人账户，最后将其放在一个公共账户里。52岁的张贡献长期供职于总政治部，曾任总政办公厅副秘书长、秘书局长，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办公厅秘书长，成为解放军首个60后副大军区级将领。张贡献落马的原因，有人说系受到徐妻赵氏一笔汇金的牵连，张是徐才厚案发至今为数不多的落马亲信之一。徐才厚在原办公地点81大楼地下还有一个秘密储藏室，里面放满了现金，由其秘书和一名负责勤卫的女战士看管。徐才厚生活作风极其糜烂，窝边草也绝不放过。事后他答应给这名女战士入学提干，可是一直不兑现。徐才厚退休后，这名女战士绝望了。有一天，从山东老家开来一辆面包车，把徐地下储藏室里的现金装了一整车，连人带钱一起失踪了。徐才厚自知理亏，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敢叫人追查。此事成为知情人茶余饭后的一件糗事谈资。像大多贪官一样，徐也在全国各地置办房产，但这些均通过其妻女操作。徐才厚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一些房产的细枝末节，甚至连徐自己都不甚了解。徐才厚未被调查时，外界盛传徐在上海有4套房产，徐认为是假的，是别人栽赃陷害，大发雷霆。于是他主动给某军方高官打电话，让其派人去查，以自证清白。军纪委的人再次查核之后，发现该处房产确实不是以徐才厚名义登记的，房产使用登记人填的是徐才厚年幼的外孙的名字。徐才厚的老婆赵某正是该起受贿案的经办人和受贿人。据透露，某行贿人找到赵某表明心迹，一开始赵某认为是普通的上海房产，表示不要，但对方安排其到上海实地一看，这是4套打通的师职军官经济适用房，房间装潢豪华，地段也很不错，赵某这才欣然收下。事后查明，该房产是古俊山弟弟进贡的。徐才厚在四川成都亦有豪宅别墅，受贿人同样是其妻赵某。赵某一开始去成都的别墅看了，嫌小，对方于是加修扩建，占地数亩，赵才同意收下。徐家在四川的别墅据称是成都军区某负责人一手操办，该位官员也在徐才厚案发后落马。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上通报开除党籍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中将是否与此事有染，目前尚无法从官方渠道证实。到徐宅跑官要官的人多了，不仅徐才厚的妻女，其身边人包括秘书、司机也浑水摸鱼，大发其财。接近徐案的北京知情人士称，徐才厚案发，徐的司机也已被抓。许多军内行贿者都是通过此人向徐才厚进贡。徐才厚司机每每从给徐的汇金中抽取一些财物，日积月累，竟也治下不菲的家业。徐才厚的贪内助赵某案发后被限制自由，协助审查。在办案人员对其严肃的政策攻心后，据称赵某全线瓦解，不几日又变得有些疯疯癫癫，
见人便称我有罪，我有罪。徐才厚独女徐思宁在总政联络部系统工作，但知情人称很少见她上班。有传徐才厚女儿结婚时，谷俊山曾送其2000万元贺礼。据多位知情人士介绍，徐思宁有过2次婚姻，第一次与前夫感情甚笃，但因不孕被迫离婚。第二任丈夫徐思宁与其关系不睦，徐才厚指令其女再次离婚，但两人已育有一对双胞胎。徐才厚案发徐妻女、秘书秦某都悉数被抓，分押4处。徐才厚年幼的外孙落得无人照看的境地，有关方面只得召回离婚后被徐指令到河南某部的前女婿回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徐才厚病重病危期间，军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通知其妻赵某前去探视，不料赵某竟然拒绝，毫不念及夫妻之情。可见贪腐分子徐才厚已到了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徐才厚被公布的另一罪状是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知情人士透露，徐才厚不仅在军内以权谋私，更将利益之手伸往军外。2011年5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家能源企业肆意开采矿产资源，破坏了当地农牧民的草原。该盟西乌旗一牧民被当地运煤大卡车碾压致死后，引发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不得不亲自处理，但事态一时无法控制。内蒙古属北京军区所辖，军队也随后介入调停处理。据称，徐才厚当时派北京军区一位将领前往内蒙古坐镇和协调，积极向农牧民补偿。此事平息之后，该企业老板转手给徐才厚上千万元的感谢费。该家企业行贿者姓名尚未得知，但根据财经杂志2015年披露，已落马的大连阜新首富王春成与军中大老虎徐才厚有染。王的辽宁春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在内蒙古投资能源产业，王在内蒙古的分公司也一度遇到来自当地牧民、官场的各种阻力，最后都逐一解决。据报道，徐才厚和王春成的交情始于王春成儿子的伤害致死案。王的儿子王帅当年因故在酒吧与人斗殴，伤人致死。王春成被指在化解此事时，通过大连的关系人结识徐通过政法界的关系，最后摆平此事。无独有偶，长兴岛一位领导之子曾在瓦房店滋事杀人，也靠徐才厚出面解决。该官员对外一度以徐才厚家族亲戚自诩曾在长兴岛投资的某位日籍人士。2起地方凶案都传由徐夏利铲平，或非空穴来风。可见徐才厚不仅军权在握，与政法界某些高层应有密切往来。徐才厚从中共15大起就担任中央委员，2002年又从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提升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然后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前后在军队经营近20年，可谓树大根深，盘根错节，难以撼动。一些耿直的老领导在听闻徐才厚各种腐败传闻之后，曾对其敲打劝诫，但徐才厚已不愿回头，与老领导们陆续决裂。其中一位老领导听说徐才厚与京城某些恶俗之人走得热乎，便在徐来家中看望时当面批评，几榔头砸过去，徐才厚已无法忍受逆耳忠言，便很快与其疏远。徐才厚的另一老领导也曾多次批评敲打，提醒过他。该老领导在一次在京体检时训诫徐才厚，隶属其负面传闻，怒从中来，拍了桌子，两人不欢而散。这类事情成了徐与一干老领导决裂的分水岭，从此与老上级们不相往来，表明他在贪腐路上去意已决。10年、20年，整整2代军中栋梁被废出局，人民军队培养多年积累下来的优秀人才被葬送，人才断层无法挽回，致使新军事变革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军队发展的最佳机遇期，更严重毁坏了党的声誉。该人士称，这么多年来，徐才厚的权力没有监管和制约，腐败登峰造极。退休少将罗源也颇为担忧，吏治腐败非常可怕，它会伤筋动骨，它会挫伤一大批人的积极性。长此以往，部队还能不能打仗很难说。表示反腐指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气，捍卫红色政权。在徐才厚掌权的20年，是国家对军队投入最大和发展最快的20年。徐才厚把持军政人事10余年，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搞坏了部队的政治生态和风气，耽误了军队发展重要时机，给中国军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徐才厚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